“十五五”规划究竟能给普通人带来什么机会？10月28日，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。这份关乎于国家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，为14亿中国人的钱袋子、工作、生活和理财指明了方向。全文61条，2万余字，字里行间蕴藏着普通人的机遇。总体可以总结为3大底层逻辑：科技突围、民生提质、绿色转型。请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下面我们开始。首当其冲的是科技突围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“十五五”规划的重中之重，其核心在于突破技术壁垒，开辟就业新天地。对职场人士和创业者而言，这无疑是时代赋予的宝贵机遇。硬核科技领域，建议明确提出要对集成电路、工业母机、基础软件、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全链条攻关。比如，工业母机的核心零部件研发、国产工业软件的适配服务，都需要大量工程师。同时，量子科技、生物制造、氢能和核聚变能、脑机接口、具身智能、第6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被重点提及。这些领域会催生一批新职业，哪怕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只要专业对口，起薪就可能比传统行业高几倍。企业端的支持力度也在加码，建议提出要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，鼓励企业牵头搞创新。这意味着科技型企业会更舍得招人，更愿意培养人才，有研发能力的技术人才会成为香饽饽。数字经济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，将催生大量交叉学科岗位，智慧教育领域的课程设计师、数字文旅的体验策划师。这些新兴职位既需要行业知识，也要求数字素养。国家要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，数据分析师、数据安全咨询师等职业需求会持续爆发。据测算，未来5年数字经济相关岗位缺口将超过2000万个，其中近半数不需要硬核编程能力，只要懂行业、会用工具就能胜任。科技要发展，人才是根本。建议提出优化高校学科设置，培育拔尖创新人才，意味着未来高校会重点扩招理工科、交叉学科专业，比如人工智能、生物制造、新能源等。加油考生的家长可以重点关注这些方向。毕业后不仅就业面广，薪资水平更有保障。同时，职业教育会提升办学能力，学一门高端制造、智能制造的手艺，同样能端上金饭碗。第二方面，民生提质，人民至上是“十五五”的核心原则。从就业、收入到住房养老，每一份政策都直击普通人的急难愁盼，同时也藏着民生领域的投资机会。就业与收入，建议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，特别强调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，支持灵活就业。一类是技高者，像大国工匠、卓越工程师这类的技能人才，收入会稳步增长，建议明确要求要健全技能人才的报酬体系。另一类是创新者，无论是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，还是开网店做直播的灵活就业者，只要能创造价值，都会得到政策支持。收入分配上，建议要求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上的比重，还会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。这意味着工资会更合理，同时理财、租房、创业等带来的收入也会有更完善的保障机制。住房与养老，建议明确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一方面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，解决工薪群体的住房难题；另一方面因城施策，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，满足品质居住要求。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的好房子。这意味着家装、智能家居、绿色建材等行业会迎来爆发期，相关创业者和从业者会直接受益。养老领域更是蓝海，建议提出要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，发展医养结合服务，还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，发展银发经济。社区养老服务站的护理员、适老化改造的设计师、老年大学的讲师，这些职业都会越来越吃香。预计到2030年，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20万亿元。针对一老一小的民生痛点，建议给出了明确解决方案。一小方面，要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，未来社区托育机构会大量增加，托育师、早教老师需求激增。一老方面，将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，仅特殊困难老人家庭改造就会带来巨大市场。无论是加盟社区托育机构，还是做适老化改造服务，都是风险小、需求稳的好选择。第三方面，绿色转型，美丽中国建设是“十五五”的重要目标，碳达峰要如期实现，新型能源体系要初步建成。这不仅会让天更蓝、水更清，更会催生一条长周期的绿色赚钱赛道。建议提出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，风光水核多能并举。大型新能源项目普通人可能参与不了，但配套产业机会多多，比如光伏组件的安装与维护、新能源汽车的售后服务、家庭储能设备的销售与安装。现在很多农村地区推广分布式光伏，
农户安装后不仅能自用省电费，还能卖电赚钱，这就是最直接的生态红利。建议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，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，未来绿色家电、节能汽车、可降解产品会越来越普及，甚至买这些产品可能有补贴或税收优惠。对商家来说，主打绿色环保标签的产品更易获得市场认可；对消费者来说，选择绿色产品既环保又划算，还能享受更好的生活品质。建议强调，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核心城市群会持续发力，轨道交通、公共服务会更加完善，住在这些区域的人就业机会更多，生活更便利。同时，长江中游、成渝等城市群会加速崛起，这些新增长级的房价压力相对较小，发展空间却很大，对年轻人来说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。乡村地区也有新机遇，建议提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，休闲农业、乡村旅游、民宿经济会得到大力支持。现在很多城里人周末去乡村度假，要是能把老家的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，或者搞个生态农场，都能实现家门口赚钱。智者顺势而谋，勇者乘势而上。未来5年不是等待机遇，而是要看懂方向，主动拥抱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把握科技、民生、绿色3大趋势，一定能在时代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